梁家河是一位老革命的后代习近平插队的地方。文革中，他的政治生涯被判了死刑。大家好，我是老吴。上一期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了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德国和西方人士就国际与国内议题进行直接对话的场景。那次交流展现了他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一面。而今天这一期，我们的视角会拉得更远一点，带大家回到他年轻时期，去了解一段对他影响深远也相当特殊的个人经历。这段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当时年纪还不过10几岁的习近平，因为家庭变故被下放到陕西延安的梁家河村，开始了长达7年的插队劳动生活。视频中，他亲自讲述了自己从最初的不适应，到后来一步步经历磨练，完成脱胎换骨的过程，最终与那片黄土地上的乡亲们融为一体。我们常说，一个人的早年经历往往会深刻影响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那么这7年梁家河岁月究竟如何塑造了习近平主席，又是怎么在他心中埋下为老百姓办实事这样的信念种子？透过这段回忆，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个更个人、更接地气的角度去理解他后来的许多想法与决策。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习近平主席亲口讲述他那段终生难忘的梁家河岁月。插队本身这是一个标志的一个界定的一个阶段。在插队之前呢，如果我们有所知所获，我总感觉呢，这个到了插队以后，是获得了一个升华和净化。个人呢是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么在这个之后，我们如果说有一些什么真知灼见，如果说我们是走向成熟，获得成功，如果说我们谙熟民情，或者说贴近实际，那么都是感觉缘于此，获于此。好多年以后，已经担任领导职务的习近平又回到了梁家河。他对老乡们说，梁家河穷就是因为缺少文化。他为这里联系捐资兴建了一座希望小学。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习近平为官的一个准则。近30年的从政生涯中，他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一方面得益于父亲的教导，更重要的是，在延安插队的7年时间里，他和当地的老百姓真正融为了一体。这段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树立了牢不可摧的群众观念。习主席，我以前呢读过您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呢就是“我是黄土地的儿子”。您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把陕北高原称为是自己的根所在。那么同时呢，还说在那个地方，在陕北这个地方，培养了您的一种既定的不变的一个信念，那就是要多为老百姓、多为群众办实事。那么这么多年来，您从政的这20多年来，是不是一直在这样一个信念的支持下去开展工作？是这样。这个陕北高原是给了我一个信念啊，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注定了我这个人生过后的这个轨迹啊。这个经过了陕北这一趟人生课堂就注定了我今后要做什么他教了我做什么。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大幕。习近平的父亲，曾为西北人民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被打成黑帮。正上中学的习近平作为反动学生被关进了学习班。为了暂避风头，习近平要求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老区延安插队落户。没想到，这一请求居然很快就有了结果。1969年的冬天，16岁的习近平和其他2万多名知青一起，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人，就是我在笑，
当时底下我那些亲属说你怎么还笑？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不就，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这走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破涕为笑，也没有给自己确立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我去的时候呢，这个确实，我是有点漫无目的的。那到了那儿以后呢，把它作为一个栖身之地，哎，甚至是一种这个逃避之地，哎，这个。北京的这么紧啊，文化革命搞得这么厉害，那我们到这里来，暂且的避一避啊，这个也没有想融入到群众中去啊，而且一切都不太习惯适应啊，人家看我们呢也不太习惯适应，可能当时人们这个传我议论最多的一条是什么呢？就是拿面包喂狗。这个事儿啊，在延川一开始就，也是一个误会。当时并不是说我们就是那么浪费啊，但确实那个面包啊放的时间太长了，也不新鲜了。那么清理这个书包的时候啊，就剩下那么半个面包啊，后来我就随手拿着就在门口啊就喂那个狗吃。有老百姓看到了，问什么东西，我们说这是面包，他们吃都没吃过，见都没见过啊。那么一传十，十传百啊。就传整个延川县都知道啊，这个知识青年，是或者谁啊，就拿面包喂狗，就好像我们这些人呢，就特别的，这个不像话这种。再接着呢，就是因为我不是漫无目的啊去，而且也比较自由散漫，所以基本上我不太听招呼的。刚去了以后，什么上班上工干活，我是不去的。其他同学都是很规矩，我是不去的。去了以后爬到山上，我累的就气喘吁吁了，我不干活的，根本不行啊！我是上了山，我说这不跟爬北京的香山鬼见愁差不多吗？这已经很累了，我爬上来已经达到目的了，还要干活，这刚刚开始，受不了。那种劳动强度是使我感到震撼，啊，就是说这个到吃中午饭，早饭到吃中午饭，中间就有可以一次休息，就是抽一袋烟。当然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如果你烟瘾上来了，可以坐在旁边抽一袋烟，所以甚至可以说我们抽烟就是这么学会的。老想去偷懒儿，干着活呢，说咱们抽烟就可以休息一会儿，或者呢是去方便一下啊，就可以休息一下，都找这个借口，哪能撑得住呢？那个干活的话就排一溜，锄地啊，没有歇的时候，这个也不适应啊。再有就是跟群众这种情感。这个来了以后呢，老百姓要坐在我们的炕上啊，这心里就别扭啊。他怎么坐炕上呢？对，这有没有虱子啊？还有一种啊，当时那就叫做教条主义这一屋的同学看老乡来了，聊几句，咱们还没问一个最重要的事儿呢，你是什么出身呢？说贫下中农，这好，行，贫下中农，抽根烟再突然问到了说，这人说我是富农滚蛋啊，要给轰出去了见到有人来要饭了滚蛋啊，最后给老百姓就说，哎呀，这些学生啊残乎着嘞说是待人不好。当然我们说不对呀，这都是富农啊，我们对他好了，不就是对人民群众的不好吗？很教条没有见过实际中的事儿后来这老百姓说，他这个富农算什么？他这个富农是洋富农，所以洋富农就是说当时养了有几十只羊，后来定为富农。这个说这个要饭的，我们都认为是二流子，他说哪里嘛？家家户户都要饭，就是说穷富正月，穷2月，半死不活3、4月，这个时候粮食留给这个干活的。然后婆姨女子这带着孩子们这都出去要饭后来我们才了解这个情况前面就是形成很大的反差，所以我待了没有半年吧，3个月以后我又回北京去了。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北京风声正劲，他又一次作为倒流人口被管制了起来，这一关就是半年。再出来时真正是孑然一身，举目无亲了。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回延安。
这一刻啊，我就很认真的对待，开始，那真是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试图着去跟他融入、接近、了解他们，而且客观上呢，我也必须得依靠他们，因为当时我们全村的知识青年全走光了。那到后来，那您在这个干这些陕北的农活啊，或者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相处上，可能也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我后来讲是过5关嘛，就是第一关是过跳蚤关，很有意思。我一去最受不了就是跳蚤，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当时那个跳蚤，我这个皮肤很过敏，一咬了就是成片的那个红包啊，最后红包就变成水泡，水泡就烂掉，哎呀，痛不欲生啊！但是呢，3年以后过去了，那还真就是过了关了。这是，这叫牛肉马皮了啊，那是真是不怕咬了。第2个关我说就是这个饮食关，刚才讲了，什么都不会吃，不爱吃，那五谷杂粮啊，那还哪里是五谷杂粮，是糠菜半年粮啊。那慢慢的我们就学会了，这什么都吃了，你没有还不吃啊？最后最爱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这家送一个这个玉米糕啊，那家送来一点这个高粱米的这个团子，吃的都很好。这个就是这个酸菜呢，成为我这个最好的这种美味佳肴啊，以至于到后来，我到现在我是还想念那个酸菜。这个我们曾经可能都有几个月不吃肉的经历，那见到了肉以后啊，我和我那个同学啊，切下来就忍不住就生肉都吃了，是吧？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他们这是生活观，这是饮食观。第3个关呢就是生活观，生活观就是什么也不会做，什么都要依靠别人啊。那后来呢就慢慢什么都学啊，我们也学着捻毛线，但是织袜子我还是织不好，羊毛袜子。但是呢，这个缝衣服，这个缝被子，这些活儿都是自己做啊。这个所有的这一套生活上的事情都会自己料理，所以这个是受益无穷啊。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强，就是在那儿打下的基础啊。第4关呢，就是劳动关。劳动刚才讲了嘛，我刚去上了山就气喘吁吁，后来给我们评的分是评6分，当时6分是什么？就是刚刚参加劳动的小女孩15、16岁，拿跟我们当时也15、16岁，拿跟我们一样的工分，我们觉得简直是一种歧视，实际上是自己没本事啊，最低档的，但是这1年下来，我这干啊，就是没黑没白。风里雨里，我们都在窑洞里铡草，深坑圈里铡草，然后一样一样的学。当然这些我大概这个1年过去了以后，全掌握了，全掌握了，体力也上来了啊，那就后来就评成10分，10分还是里边最壮的劳动力啊。你像我们这种到夏天担麦子，那也就是最多200斤，10里山路，一口气就下来了。这个是第4关，第5关呢，我想就是思想关。那开始是格格不入啊。我刚一去了以后呢，看着这个我们这个窑洞啊，在半山上星星点点的这个煤油灯啊，我跟我的同学说什么呢？我说你们感觉有没有像山顶洞人的感觉？那都是，我这说的是很不像话了，是吧？但是后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住了7年。老百姓由是怕他上炕，到请他们跟我一起睡觉，就是我这个窑洞里都有4、5个小伙子陪着我，晚上他们都是不仅是他们村里的其他人都是陆续的吃完饭以后进了我的窑洞，来串门来听我讲古今，因为我这个故事多啊。就是问我这个问我那个，然后北京什么样子，知道还有国外是吧？那是个美国是怎么回事？他们很好奇，你们都吃些什么？在北京吃什么是吧？什么最好吃？你们都还见过什么稀罕事儿？三国、水浒、红楼梦是怎么回事？然后后来我就给他们就讲三国、水浒、红楼梦，就是跟大家呢都是成为好朋友。2年以后。在村里人的强烈要求下，公社请示县委
破格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20岁的习近平挑起了梁家河大队支部书记的重担，他扑下身子带领社员了解他们，而且客观上呢，我也必须得依靠他们，因为当时我们全村的知识青年全走光了。那到后来，那您在这个干这些陕北的农活啊，或者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相处上，可能也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我后来讲是过5关嘛，就是第一关是过跳蚤关，很有意思。我一去最受不了就是跳蚤，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当时那个跳蚤，我这个皮肤很过敏，一咬了就是成片的那个红包啊，最后红包就变成水泡，水泡就烂掉，哎呀，痛不欲生啊！但是呢，3年以后过去了，那还真就是过了关了。这是，这叫牛肉马皮了啊，那是真是不怕咬了。第二个关我说就是这个饮食关，刚才讲了，什么都不会吃，不爱吃。那五谷杂粮啊，那还哪里是五谷杂粮，是糠菜半年粮啊。那慢慢的我们就学会了，这什么都吃了，你没有还不吃啊？最后最爱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这家送一个这个玉米糕啊，那家送来一点这个高粱米的这个团子，吃的都很好。这个就是这个酸菜呢，成为我这个最好的这种美味佳肴啊。以至于到后来，我到现在我是还想念那个酸菜。这个我们曾经可能都有几个月不吃肉的经历，那见到了肉以后啊，我和我那个同学啊，切下来就忍不住就生肉都吃了，是吧？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他们这是生活观，这是饮食观。第3个关呢就是生活观，生活观就是什么也不会做，什么都要依靠别人啊。那后来呢，就慢慢什么都学啊。我们也学着捻毛线，但是织袜子我还是织不好，羊毛袜子。但是呢，这个缝衣服，这个缝被子，这些活儿都是自己做啊。这个所有的这一套生活上的事情都会自己料理，所以这个是受益无穷啊。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强，就是在那儿打下的基础啊。第4关呢，就是劳动关，劳动刚才讲了嘛，我刚去上了山就气喘吁吁，后来给我们评的分是评6分，当时6分是什么？就是刚刚参加劳动的小女孩15、16岁，拿跟我们当时也15、16岁，拿跟我们一样的工分，我们觉得简直是一种歧视，实际上是自己没本事，放到最低档位，但是这1年下来，我这干啊，就是没黑没白，风里雨里，我们都在窑洞里铡草，深坑圈里铡草，然后一样一样的学。当然这些我大概这个1年过去了以后，全掌握了，全掌握了，体力也上来了啊，那就后来就评成10分，10分还是里边最壮的劳动力啊。你像我们这种到夏天担麦子，那也就是最多200斤，10里山路，一口气就下来了。这个是第4关。第5关呢，我想就是思想关。那开始是格格不入啊。我刚一去了以后呢，看着这个我们这个窑洞啊，在半山上星星点点的这种煤油灯啊，我跟我的同学说什么呢？我说你们感觉有没有像山顶洞人的感觉？那都是，我这说的是很不像话了，是吧？但是后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住了7年。老百姓由是怕他上炕，到请他们跟我一起睡觉，就是我这个窑洞里都有4、5个小伙子陪着我，晚上他们都是不仅是他们村里的其他人都是陆续的吃完饭以后进了我的窑洞，来串门来听我讲古今，因为我这个故事多啊。就是问我这个问我那个，然后北京什么样子，知道还有国外是吧？那是个美国是怎么回事？他们很好奇，你们都吃些什么？在北京吃什么是吧？什么最好吃？你们都还见过什么稀罕事儿？三国、水浒、红楼梦是怎么回事？然后后来我就给他们就讲三国、水浒、红楼梦，就是跟大家呢都是成为好朋友。2年以后。在村里人的强烈要求下，公社请示县委
破格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20岁的习近平挑起了梁家河大队支部书记的重担，他扑下身子带领社员不分昼夜打罢于地，大办沼气，使梁家河成为了陕西省第一个实现沼气化的村子。当时第一口沼气是怎么生产出来的？首先呢，是我做了大队支部书记以后啊，一直想找一点啊，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切入点。有一天我翻到人民日报，当时的头版有一条消息，就是四川省很多地方实现了沼气化。我很兴奋，我觉得沼气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这是您第一次听到沼气这个？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在梁家河要解决这个缺煤少柴的问题，要搞沼气。第一口池子是颇费功夫，就是一直啊看到这个沼气池的两边的那个水位在涨，但是就不见气出，不出气。哎，说很奇怪，很奇怪，怎么回事？最后的原因找到了，就是那个导气管啊堵塞了，啊，最后这个一凸开呀，就溅了我满脸喷粪的，满脸是粪，哎，但是呢，那个气就呼呼的往外冒，哎，我们马上就是那个接起管子了以后啊，我们那个沼气灶上啊，就冒出1尺高的火焰来，因为那个是憋的呀，我看那个再憋一阵的那个池子要炸了，那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沼气池是通开，另外的沼气池可能相隔了1-2天也就建成了，但是我们还是第一，拿到第一个啊，第一村，当时是第一个池子，全省第一池，后来又变成全省第一村，就全村70%以上的户用上了沼气。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到处督导办着，又是支部书记，又是沼气专家，到处指导这件事，老是琢磨这个事儿，老是琢磨这个事。那么您现在为止回想起这20-30年以前的那7年的插队生活，您觉得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很多啊，印象最难忘的事情很多，或者举例子来讲吧，就是我还是觉得临走的那一刻，临走的一刻，这7年的酸甜苦辣呀，最后形成的就是梁家河群众对我的这种依依惜别，这个前一天晚上是跟我一起聚会聚餐陕北的聚餐就是杀一只羊家派代表来这里跟我一起这个话别当时的习惯就是要送这个临别的纪念，都是一个笔记本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是吧？里边写上赠祝福的话对，收了一大堆笔记本等于每家送一本当时送了很多然后呢，第二天离开的时候，我因为睡得比较晚早上一起来推开门呢，外面都站满了老百姓乡亲，但是都没有吵我我这个因为在里面睡觉，静静的等。反正我那一次是哭了，可能我是到延这个插队以后可能那是最多是第2次哭，这7年之中那是第2次哭。第一次我那个大姐去世，我正在那挖防空洞，接到信以后，那个时候哭了，但是大家没看到，我都是找一个地方去哭。这一次那是当众哭了，那就是当众丢脸了。但是我从来没哭过。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告别了梁家河的父老乡亲，告别了人生中最难忘的那段岁月。其实你刚才听您讲了那么多关于插队那段生活的一些故事，我想这7年可能对您来说是一生中永远都无法忘记的一段经历。那么在您的内心来说，有没有把自己地地道道的延人？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启程点这个是我人生中的这个逆境中
是人生中我最需要各方面帮助的时候，而延安人民给我伸出了无私的帮助之手。我现在所形成的很多这些基本的观念，形成了很多这个基本的特点，也是在延安形成的。所以我呢，理所当然的把自己看作是延安人。大学毕业后，习近平先是当了国防部长耿彪的秘书，3年后又主动要求到河北正定工作，从此以后便正式踏上了从政之路。此后，他在福建整整工作了17年，在即将进入知天命之年，又来到了浙江。平时他和妻子彭丽媛都在忙着自己的事业，在一起的时间自然要比一般家庭少，但是两人都在用心营造着自己温馨幸福的家。我现在呢还想问您一个这个个人的问题，那就是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现在目前这个爱人啊、孩子一些家庭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我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夫妻2个都有自己的事业啊，但是呢，对这个家庭的这种都是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家庭。我每天要给我爱人打一个电话的，这个可能下来已经结婚这么10几年啊，都是天天如此，天天如此。虽然不在一起的时间多，但是呢，每天都互相要联系啊。孩子呢，虽然也是经常的顾不上，特别是我不能帮助他写作业啊，辅导这些这个功课啊，但是呢，还是很关心他的成长。他们对我也都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这一个家庭我觉得还是很和谐。对着我们的电视机镜头，能不能给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说几句知心的话？我是衷心的希望，这个我那个梁家河村子能够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梁家河的村子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延安地区的一个缩影啊。这个，所以我实际上是希望整个延安地区发生一个更为巨大的变化。而且我现在这个已经感受到一种这个深刻的变化正在进行之中啊。这个过去讲于无声处听惊雷嘛啊，这个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延安人民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好，谢谢您，谢书记。最后呢，我想代表家乡延安的父老乡亲们，欢迎您有时间常回家看看。谢谢您，一定会去。好，谢谢。好，谢谢。好，以上就是习近平主席对他在梁家河7年知青岁月的回忆。听完他用非常质朴的语言讲述当年如何过5关，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还有他和乡亲们从陌生到熟悉，从隔阂到亲如一家的过程，确实让人能更直观地感受到那段经历在他人生中留下的深刻印象。这7年不只是对意志的磨练，更让他真正走进了中国基层社会，理解了最底层百姓的生活状况与内心期盼，培养出他与人民群众之间深厚的感情。这或许也能帮我们理解为什么他后来在各个岗位上总是强调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